谁能想到，白天快交不起房租的小店员，夜里却给整个丰都重新定价。他不是被地府选中的人，是他把一个个危险本身变成了自己的筹码。清冷法务、病弱鬼王、毒蛇管家、规则怪谈之主，全都站到了他身边。又到12点了。又来了，风豆。13号破屋的，滚出来交债！阴宅税、呼吸税、阴寿税全到齐了。催命啊！老板，这煎饼多少钱？20亿银币，概不还价。多少？20亿？你怎么不去抢鬼行啊？如今阳间年轻人都不烧纸祭祀了，咱们阴间资源断供，低级阴币早就通货膨胀的不成样子了。沈清子，这下头，你死我听见了！我已经报警了，监控也录下了全过程。到了我洪秀牙行，就得乖乖待价而沽，起拍价1万亿阴币。1万亿买个不听话的刺头，倒贴老子都不要。我曾经仰望的光，凭什么被这群烂泥踩在脚下？1万亿，我买了。小丫头片子，消遣老娘是要下18层地狱的。12个时辰内，我带1万亿来赎他。他要是少了1根头发，我拆了你这牙行。12个小时，1万亿。普通纸钱会被截胡，那我就卡这个世界的 bug。我要用自己的血给自己打钱。回来了，我回到阳间了。早上8点，余额42.5块。真是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没钱连做鬼都得被踩在脚底下。拼了！桑婉清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迟到整整半个小时。今天阴历15，出货量大得很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扣你50块钱工资。王老板，我不干了，把这个月的工资结给我，我要买东西。最多给你结500块，爱要不要？你这是抢劫，按天算我也该拿2000。就500，拿了赶紧滚！极品黄标纸100，纯正朱砂100，纯铜盆300，500我全买了。你给谁烧纸呢？我给我自己烧。普通流水线明钞烧过去就是废纸，会贬值，会散落，还会被鬼差半路截胡。但只要媒介、阳气、地址和本人印记全部对上，就能精准提现。铜盆属金，聚气，能做财帛媒介，
诛杀至阳，能破阴阳壁垒。收款人桑婉清，地府地址：丰都外城第13号破屋，金额1000亿鬼币。沈清子，你可得给我撑住啊！阴阳剑法通灵化财，3界不足，万鬼躲让，此财归我即刻到账。阴阳剑法通灵化财，3界不足，万鬼躲让，此财归我即刻到账。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！满屋子的钱，鬼币，竟然真的是鬼币！阴币是底层穷鬼买发臭煎饼的低级货币，鬼币才是内城贵族和判官阶层的硬通货。老娘发财了，老娘真的发财了！这么多钱，怎么办？账户余额1万亿鬼币。洗曼娘是吧？红袖牙行是吧？洗干净脖子给老娘等着！1万亿没人出的，我出5000万阴币。5000万就5000万，成交！赶紧把这晦气东西带走！哪怕不入轮回，我也绝不受这等折辱。老娘看上的男人，谁敢动他一根指头，我让他祖宗18代都在18层地狱里哭着唱歌。13号破屋的疯丫头，连衣服都买不起，还敢回来送死啊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拿下！鬼币，这怎么可能？齐老板怎么不笑了？是生性就不爱笑吗？1万亿，我说到做到。现在把他的契约给我拿过来。桑老板，是小人有眼无珠。是。沈学长，久等了，跟我回家。谢谢。桑老板，那是寒铁。别碰我，我身上有阴毒，会过给你。闭嘴，省点力气走路。齐老板，记住了，以后你们牙行的人见了他，最好绕道走，否则我不仅有钱买下他，我更有钱买你们整个红袖牙行所有人的命。他买下我，到底为了什么？若他也要折辱我，我便魂飞魄散。
绝不让他如愿。到了。别愣着了，快进来，外面阴风大，你现在魂体扛不住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欠你一条命，你花了1万亿买下我，是要抽干于我的魂魄，还是要我像个玩物一样伺候你？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甲方提供庇护及工作岗位，乙方担任晚晴楼账房兼法务总监，试用期1个月时间，转正月薪10万鬼币，包吃包住，年底双薪，不强制加班。我买你，不是要你给我下跪，更不是要你当什么供人取乐的玩意儿。沈清慈，你是江城大学法学院的天才，我花1万亿是买你的脑子，买你的规则推演能力。我要在这地府做大做强，缺一个能帮我管账、帮我找丰都法律漏洞的首席法务官。你不想叫我主人，叫我老板也行。沈法务，懂了就在右下角签字画押，准备打卡上班吧。老板，这才乖嘛。沈清慈，沈清慈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老板，看来这班我是上不了了。放屁！老娘花1万亿买的员工，你敢第一天就死盾？检测到契约目标魂体即将消亡，阳灯契约系统激活条件满足，是否消耗自身一缕命格阳气，为目标点亮第一盏阳灯，稳固其魂体。检测到契约目标魂体即将消亡，阳灯契约系统激活条件满足。点灯？怎么点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需宿主消耗自身一缕命格阳气，结成契约印记，请将手置于目标心口。阳气是他维系现实肉身与阴间魂体连接的唯一纽带。不就是一点阳气吗？想要就拿去，给我亮！阳气，你刚才给我渡了活人的阳气，在丰都，阳气比极品鬼币还稀缺千百倍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我说沈大校花，你能不能别总给自己加那么多内心戏？我给你阳气，是因为你是我花1万亿真金白银招来的员工。你要是第一天就死了，我找谁去要劳动仲裁退钱？老板给生病的员工交医疗保险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首位契约男鬼沈清慈，身份江城大学法学院天才，晚晴楼账房兼首席法务，当前羁绊值5%，羁绊等级说明处于被迫合作状态，目标性格嘴硬，内心不服，目标专属能力规则推演，能力说明可看破阴阳两界绝大多数阵法、怪谈、商业契约的规则漏洞，宿主救人也能变强。男鬼完成宿主任务可提升羁绊值。羁绊值达到100%时，宿主可继承目标核心能力规则推演。这不是买了个打工仔，这是开了物理外挂啊！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想到在地府活下去，光有钱不够，还得有宅、有身份、有势力。住贫民窟只会招来无休止的麻烦。沈法务，既然你已经入职了，我给你布置第一个工作任务。老板，请说。这破地方狗都不住，告诉我，丰都外城地段最好、安保最强、最贵的富人区在哪里？外城中心有一处名为九安坊，那里是整个外城最顶级的富人区，灵气充沛，不受底层阴差盘剥，但那里的宅子售价极高。空置豪宅每日阴宅税也高得吓人，普通鬼根本负担不起。怕什么？
你老板我穷的就只剩下钱了。走，沈青瓷，跟我去九安坊买房，咱们今天就搬家。老板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刚在红袖牙行暴露巨额财富，又招摇出现在九安坊，极容易招来城主府和内城大族的打压。还能干什么？买房啊！去，哪来的叫花子？这地方是你们能讨饭的吗？皇都律例第7条，九安坊虽为贵坊，但主干道为公有区域，任何亡魂皆有通行之权。你若再出言不逊，我可以去税司告你妨碍通行。哟，还真是个懂法的小白脸啊！这是内城大人留在外城的私产，普通鬼根本住不起。每天阴宅管理税和聚气税足足500万鬼币，每天500万，一个月就是1亿5千万，这是无底洞，不符合资产配置和投资回报率。我们初来乍到，应该先在外围买普通院落，低调发展。沈青瓷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老板，你觉得这座宅子够大、够安全、够气派吗？论地段和阵法防御，这里确实是外城首屈一指，而且灵气精纯，对魂体修养大有裨益。但是没有但是，这座宅子全款买断，多少钱？还真想装大款啊！这座宅子一口价5000亿鬼币，你要是今天能拿出1半定金，爷爷我就跪地磕3个响头，叫你一声姑奶奶。5000亿是吧？不用定金了。这里是1万亿鬼币，5000亿买宅子，剩下5000亿，提前预久未来100年的所有阴宅税费，马上办手，现在就过户。姑奶奶，您是我亲姑奶奶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马上办，我这就给您办加急过户手续。老板，这太荒谬了！每天500万的税，就等于把脖子伸在税司刀底下让他们宰，这不符合常理。规矩是死鬼定的，钱是我这活人烧的。沈青瓷，记住我今天教你的第一课，在我这里，不需要你精打细算委屈自己。喜欢吗？喜欢就买。沈法务，欢迎回家。第1天，晚晴楼只有1个老板和1个清冷男鬼，但这座楼未来会成为整个冯都最出名的男鬼庇护府。不愧是每天要交500万税费的豪宅，这配置简直绝了。沈法务，感觉怎么样？这5000亿花的值不值？回老板，此处聚灵阵法极为精妙，我的魂体已经基本稳定，这笔投资从战略庇护角度来看，确实物有所值。算你有眼光，你先挑房间养伤，从明天起把丰都律法、税收漏洞都给我推演一遍。老板，来者不善，开门看看。你找谁？冒面打扰，鄙人裴兆雪，天为丰都外城城主府首席大管家。老板小心，城主府是外城的最高权力机构，裴长雪是城主叶无胜的心腹，此人极度精明毒舌，是个只认钱和规矩的狠家伙。原来是裴管家，不知道大半夜的城主府的人大驾光临我这晚晴楼，有何贵干？桑小姐说笑了，城主府统管外城一切事务，这九安坊自然也在管辖之内。鄙人今日登门，是奉了城主大人的口谕，特来请桑小姐前往城主府一叙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桑小姐虽是活人，却身怀能在阴间挥霍的巨额鬼币，这份手段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但鄙人今日来，并非为了钱财。城主大人身中极阴煞毒，每逢月圆之夜便会发作，所以想向桑小姐借一缕阳气，以压制煞毒。休想！活人阳气乃是命脉所在，刚才老板为了救我，已经损耗了一缕阳气。若是再被城主府强行抽走，他的肉身必定会遭到极为可怕的反噬。这根本不是借，这是强取豪夺。老板，没事，把刀收起来。人家裴管家都说了是来请我的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显得我们晚晴楼很不懂待客之道一样。沈青瓷是吧？红袖牙行的弃子，侥幸认了个有钱的主子，就以为有资格在城主府面前叫嚣了。
我是在通知桑小姐，不是在跟你们商量。城主大人的命令，外城之中无人可以违背。老板，没事，把刀收起来。人家裴管家都说了，是来请我的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显得我们晚晴楼很不懂待客之道一样。连城主都需要我的阳气，这不是求命，这是垄断资源。裴管家，你这人长得挺斯文，说话怎么这么霸道呢？既然是借，那自然得有借有还，还得算算利息。我这人呢，最喜欢做生意了。老板，不能去！城主府龙潭虎穴，业无之喜怒无常，极度危险。你这一去，如果阳气被抽干，你在阳间的身体会死。放心吧，沈法务，你老板我最怕死了，没有万全把握，怎么可能去送人头？我今天刚盘下这座楼，正愁没有靠山罩着。既然城主大人主动送上门来求我办事，我不去见见这位大客户，岂不是错失几个亿的大生意？裴管家，带路吧，让我见识见识你们那位城主大人到底能开出什么样的价码。这种纯度和数量，不像挖坟横财，更像从阳间硬生生烧来的干净钱。桑小姐，看您的穿着打扮，似乎初入房都不久。桑小姐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在九安坊置办如此庞大的产业，手段实在令鄙人钦佩。裴管家过奖了，运气好，发了点小财而已。那1万亿极品鬼币，即便是税司的判官老爷们看了，也会眼红。眼红就让他们红去呗。大不了我给他们买点眼药水。怎么，城主府的管家还兼职给税司当眼线？桑小姐怀璧其罪，您身怀巨款又带活人阳气，无异于志同抱金专过闹事。今天能在九安坊豪掷千金，明天就可能被盯上，落得尸骨无存。但若您愿意透露一点，比如阳间身份或者极品鬼币来源渠道，城主府会是您在外城最坚实的靠山。裴管家，你这口才不去阳间干传销，真是屈才了。裴管家，大半夜跑来给我当司机兼导游，还尽职尽责普及生存常识，辛苦你了。一点小费，拿去喝茶，不用找了。他每月俸禄也不过20回币。哎呦，桑老板，您这真是太客气了，给您引路那是鄙人的分内之事，哪能让您破费呢？不过既然是桑老板赏的，鄙人就厚颜收下了。以后您在城主府，不，整个外城有什么跑腿的、打听的，尽管吩咐小裴。小裴啊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待会儿见城主大人有什么忌讳，我胆小，可别冲撞贵人。桑老板问对人了，城主大人极阴煞毒发作，极度怕热，千万别靠近大殿火盆。他讨厌贵的太假太谄媚，毒发狼狈时不喜欢招奸。毒发狼狈时不喜欢被指使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能在大人面前提内城，这是逆鳞，提之必死。检测到新的可攻略契约目标姓名裴兆雪，身份城主府大管家，当前羁绊值15%，由金钱魅力带来的初步臣服。目标因极度贪财，羁绊值已直接跳过0，开启初始信任。桑老板，城主府到了。那里坐着外城真正的主宰，一个被极阴煞毒折磨的生不如死的病弱鬼王。走吧，小裴，带我去会会你们这位城主大人。我是来谈大生意的资方，气势上绝不能输。哼。桑老板，到了。大人，活人带到了。
活人跪下。城主大人，初次见面，火气就这么大。城主大人是想要我的阳气，还是想要我的膝盖？你不怕死？怕，所以我更喜欢谈价。只有把价格谈妥了，我的命才能保住，您的病才能治得好。双赢的买卖，城主大人不亏的。他这是主动走进绞杀风暴。你想掐死唯一的医生吗？医生收费很贵的。你居然敢把本命阳气直接灌进本座心脉！只要本座刚才动一下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城主大人，您舍得杀我吗？您刚才体会过没有痛苦浑身温暖的感觉了吧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以后再毒发，您还忍得了吗？检测到契约目标情绪产生剧烈变动，契约目标叶无赦，身份丰都外城城主鬼王，当前羁绊值8%，但身体对宿主阳气产生战力依赖。沈清慈是顶级脑力辅助，这个鬼王要是也能拐进晚晴楼，那我不得横着走？城主大人，买卖就是买卖，我给了您定金，让您看到了我的诚意和实力，现在是不是该您出价了？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在久安坊开店做生意，我要招揽男鬼，我要大肆敛财，我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和一个没有任何势力敢来找麻烦的特权。拿着它，在外城除了本座，没人敢动你。这块令牌，买你以后每个月月圆之夜来城主府为本座点一盏阳灯。成交。你最好祈祷命够长。裴管家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派马车送我回晚晴楼？是，桑老板请。桑老板，糟了，阳气透支的太狠了。痛死老娘了！桑晚晴，你个死丫头死哪儿去了？昨天说吧，你还真不来了是吧？赶紧滚到城西水源店洗浴中心来，刘总点名要熟练的人布置祭祀现场，顺便看风水。这单黄了，老子扣光你押金。行啊，等我。太饿了。阴间为叶无赦压制极阴煞毒，几乎抽走他1/3命格阳气。回到阳间肉体后，立刻转化成极度饥饿和虚弱。阳间穷如狗，阴间横着走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近日我市发生多起连环诡异失踪案，包括服务员在内7名人员在封闭包厢内凭空消失，现场无搏斗痕迹与血迹，监控画面大面积雪花噪点。有关部门初步排除了密室绑架、有毒气体或集体幻觉的可能。灰阶的气息，阳间信仰崩塌，祭祀断供，阴间资源严重不足。地府权贵为了获取活人阳气，暗中撕裂灰界壁垒，把诡异力量渗透进阳间。他们不能直接杀人，只能制造规则。人类一旦触犯隐藏规则，诡异就能名正言顺收割灵魂和阳气。阴间那些吸血鬼已经等不及要对阳间大规模收割了。吸血鬼老板是吧？水天天洗浴中心是吧？老娘今天倒要看看，是你们的规则硬，还是我的命硬。刘总放心，我们家小桑得了真传，保准摆平。
先说好，我昨天已经辞职了，今天这趟算外包接活，出场费加精神损失费，一口价2万。桑婉晴，你疯了？2万？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刘总，请留步。你好，桑小姐，我是刘总的秘书周望生。2万块买一个机会，并不算亏。好，2万就2万。周秘书，给他转账。刘总大气，你最好能解决，不然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你那个吃人的洗浴中心。就是这里，这几天只要到了晚上，大门就会莫名其妙锁死，从外面看里面黑灯瞎火，但失踪的人全都是晚上走进去，就再也没出来。这不是风水不好，这是已经成型的规则怪谈副本。桑小姐，怎么不走了？没事，觉得这地方挺热闹的。进去吧，刘总，不是要看风水吗？我这就给您好好瞧瞧。尊贵光临水云天洗浴中心，规则的客人，规则怪谈副本已锁定，在接下来的服务中，请务必遵守本店规则，祝您浴火重生。桑大师，这到底是什么风水局？快破了它！我给你加钱，10万不100万。刘总，省点力气吧，在怪谈副本里，阳间的钱连擦屁股都嫌硬。欢迎来到水云天洗浴中心，尊敬的客人们，请选择您的服务套餐。A 套餐，体验灵魂的深度净化 ；C 套餐，感受生命的终极轮回。不选则视为拒绝服务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老子什么都不选！我要投诉你们这破店！客人拒绝服务，触发违规惩罚。我选！客人选择 A 套餐，服务马上开始。尊敬的客人，请选择您的服务套餐。周秘书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规则一旦触发，无法用常理违背。刘总，或许您该尽快选择。规则要求选择服务，但没规定必须，只能从这3个死亡选项里选。请选。既然你们水云天打开门做生意讲究服务至上，我选择活命服务。检测到客人做出选择，该选择未在推荐列表内，正在进行逻辑判定。判定中未违反必须选择服务的底层规则。警告！逻辑冲突！警告！逻辑冲突！警告！好险！看来老娘这阴间首富的脑子，在阳间也同样好使啊！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。桑老板，您是第一个能在我的规则里找到漏洞的活人。在这个封闭的水兔天洗浴中心里，他就是制定生杀大权的规则主宰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聒噪的祭品，待会儿再处理。桑老板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周望生，是这个水鱼天副本的主人。你很聪明，聪明到让我都有些舍不得杀你了。底层逻辑修复完毕，检测到特级客人触发隐藏规则，主理人的私人定制，在绝对领域内，客人必须服从主理人的任何安排，违者强制剥夺3魂7魄。周秘书，哦不，周老板，
我看你西装革履，说话斯斯文文，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，搞了半天，你就是个给人打黑工的包工头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在阳间费尽心机搞出洗浴中心，骗活人进来，设规则吓唬人，收割阳气。可这些阳气你能自己全留下吗？至少80%甚至90%都要上供给阴间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吧。而你被这该死的副本规则定在破洗浴中心里，哪里也去不了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尊严，就像一条被拴在门槛上的恶狗。闭嘴！城主令，你怎么可能有拥渡外城最高权力的信物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你设这个局想吃我，无非是为了阳气，为了摆脱上头控制，为了离开这个画地为牢的鬼地方。不如这样，我们谈笔生意，你别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杀人勾当了，来给我打工吧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？那我再说一遍，我买你，你带着你这个破范本，连鬼带规则，全部打包归入我的麾下。你疯了吧？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的诡异？你一个活人，凭什么让我给你打工？就凭我有钱、有阳气，还有能让你重获自由的手段。第一，你不用再吃那些肮脏杂碎阳气，我每月定期给你发放最纯粹的活人阳灯供奉。第二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最高级极品鬼币，让你在阴间也能横着走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知道你想摆脱副本束缚，给我打工，我给你一个合法阳间身份。只要我的公司不倒，你就可以在阳光下自由行走，再也不用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被困在这栋破楼里。怎么样，周老板？待遇优厚，包吃包住包自由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跳槽机会，考虑一下。桑老板，您开出的条件确实让人无法拒绝，但是我不相信活人的承诺。人类最狡猾，最擅长画大饼。您上下嘴唇一碰，就像空手套白狼，把我和我的规则副本全部吞下。桑老板，您得拿出点实际的定金。周望生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我桑婉晴做生意从来不画大饼，只砸真金白银。阳灯契约成。检测到新的阳灯契约目标已绑定，首位阳间副本男鬼周样生，身份水云天洗浴中心规则主理人，晚晴楼阳间业务主管，当前羁绊值10%，目标已被宿主极致纯净阳气折服，放弃事主念头。怎么样，周老板？这笔定金够不够买你以后这条命？老板大气，水云天规则怪谈及主理人周望生从今日起愿为老板效犬马之劳。你们，刘总别怕，刚才这洗浴中心风水确实出现了蛋题，产生了严重的磁场幻觉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用师门秘法把这里的风水彻底摆平了，以后水云天绝对干干净净，生意兴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既然风水看完了，刚才转给他的2万就算劳步费。周秘书，咱们走。慢着，这2万是我答应来这里看风水的出场费，还救了你一条狗命，当然不能按看风水算。一口价外加外面那辆车，买断刘总您下半辈子的平平安安。200万加1辆车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老子1分钱都不会再给！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让你在江城民俗界混不下去？周秘书还愣着干什么？给保安队长打电话，把这个疯婆子轰出去！刘总，您是不是该把钱老板的账好好结一下了？结，我给钱。这可是能买成堆极品黄标纸和朱砂的真金白银。车钥匙。桑小姐，这是车钥匙。刘总，破财消灾，这笔买卖你绝对不亏。以后少接这种带血的阴间工程，不然下次可就不是200万能摆平的了。
周望生，车开得不错啊。老板过奖了，做秘书的开车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我在阳间卧底这2年，除了杀人越货，顺便也考了个驾照。桑婉晴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刘总说你是骗子，还敲诈他200万和1辆车，你赶紧退回去，跪下认错。否则你要怎么样？报警抓我老板？你干民俗祭祀这么多年，真以为水玉天只是风水不好？那是吃人不吐骨头，灰借副本。你有骨气，自己去里面待1晚试试。你少在这里吓唬我！你打着我的旗号接活，这笔账算你头上。马上滚回店里，把2万定金交出来，不然工资押金全扣光。工资、押金？王大发，你那3000块钱破工资，留着给自己买副好点的棺材吧。老娘不干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辞职。我很快会在江城开一家比你大100倍偷走、专业1000倍的民俗祭祀公司，把你那些坑蒙拐骗生意全部挤兑破产。老板，需要我去处理掉这个王大发吗？我可以让他彻底不再给您添麻烦。不用，在这个法治社会，杀人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要用商业手段，在精神和物质上彻底碾压他，留着他，衬托我们公司的专业性，不是更好吗？老板英明。有了这笔真金白银，他就能把阳间物资大批量烧到地府，彻底开启2界倒卖计划。周望生，转弯，不去地下室了，我们去江城最大的香烛纸扎批发市场。好的，老板。我要把那里最极品的黄表纸、最纯正的朱砂，还有最新款纸扎汽车、别墅、手机、包包，全部买空。老板，需要我把这条街清场吗？清什么场？咱们是来合法消费的，又不是来打劫的。买什么自己挑，黄纸10块3捆，名片5块1麻袋。老板，把你们店里最极品的黄表纸、最纯正的陈砂有多少拿多少。极品黄表纸200一沓，陈砂1两几百，你买得起吗？现在买得起了吗？买得起。姑奶奶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库房搬。这还远远不够。这个最新款纸扎折叠屏手机来200部，那个纸扎包包各种颜色来50个，还有3层大别墅带宠池和跑车的，给我扎10套。老板，纸扎物品可以通过祭祀规则转化，但这些实物阴间收不到。别人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只要贴上我的通明符，他们就能偷渡过关。这些羊年工业流水线产品到了地府，绝对会引起一场大地震。周望生，守住仓库大门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是，老板。此物归我，即刻到账。每天500万极品鬼币税费，像悬在头顶的铡刀。红袖牙行、鬼市商会、外城势力都在盯着我们。沈账房大半夜不睡觉，叹什么气呢？老板小心！这是什么？定魂香，内城鬼地里一滴都能卖上百万鬼币的定魂香。老板，您这是去洗劫了天庭的宝库吗？沈青瓷、裴仗雪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晚晴楼不再只是一座宅子，我要在九安坊最中心开一家整个分都最大、最豪华，连鬼王看了都要眼红的晚晴楼贡品铺。